医生，一定要把他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打掉。我们宋家呀，一脉单传，可不能让他给我生个女儿出来。老婆，怎么听妈的话？我求你了，老公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们的孩子，不要打掉我的孩子。老婆，你想一想，我是我们老宋家的独苗，我们老宋家也得传宗接代啊！听我一回好吗？咱们把这场打了，就生儿。不要打掉我的孩子，不要！都几点了，怎么才回来？还杵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做饭去？妈，我身体不舒服。哎呦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指望我？怪就怪你自己肚子不争气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赶紧做饭去。喂，江小姐，哎，我在，您到了是吧？好，我先去接你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儿子，江小姐同意来咱们家吃饭了。老公，你和江小姐是什么情况？就那点事儿呗。你是不是因为想娶她，所以才让我打掉我们的孩子？老婆，你胡思乱想什么？根本就没有事。我先去接他。我儿子早就不想要你这个赔钱货了，你可别在关键时刻坏我儿子的好事儿。怪就怪你自己肚子不争气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赶紧给我走。等会儿江小姐来了，你不要出去捣乱。你听到我说话了没有？你要惹怒了江小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要跟宋浩说清楚。宋浩，老公。江大小姐呀，您这一来呀，我们全家蓬荜生辉呀！你想吃点什么？我这就给你做去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想撮合我和宋浩，可宋浩是有老婆的人，让我当小三儿可不行啊。另外，我们江家人最好面子，彩礼怎么也得100万吧，是不是？江小姐，你提的这些要求都没问题啊，主要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。白梦幽那个黄脸婆，我早就想让滚蛋了，每天除了爱呀，什么都不会，哪像江小姐你啊，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，还有背景。就是呀，哪像她那个病秧子一样呀！江大小姐啊，她哪能和你比呀？那不就是土鸡比凤凰吗？我当初不顾家人反对，义无反顾的跟着你，我说什么也要跟你结婚，但是人现在为了其他的女人让我打掉孩子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大小姐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老爷身体日渐不佳了，现在整个白家都等着你回来继承衣钵，主持大局呢。为什么会突然这么严重？老爷他也是太过想念您了，当年因为一些误会，导致您离开白家，赌气嫁进了宋家那种小门小户，老爷至今都在后悔没拦着你呢。可是我现在这边还有些事儿没有处理好，再给我几天吧。哎呀，你吓到我宝贝儿子了。梦幽，还快点给江小姐道歉。我们的孩子，你一眼不看就可以让他消失，
你现在让我给他的狗道歉，凭什么道歉？让你道歉就道歉，还犟嘴！江小姐的一只狗都比你的命贵，快去！哎呀，你竟然敢对我动手！白梦瑶，你要造反是吗？你不尊重客人就算了，你连我妈都敢动！道歉！宋浩，我是你老婆，我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付出，我任劳任怨，为了你们母子俩付出，你这么对我？江小姐，我们惹不起。光道歉有什么用啊？宋浩，你就这点出息？不好意思啊，江小姐，他们平常不出门，所以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你别为影响心情了。你不就是想让他帮你填补那800万的窟窿吗？我就是对宋浩有利，那又怎样？谁让你是个只会干家务的黄脸婆呢？宋浩，光跪下有什么用？吓着我宝贝儿子了，怎么着也得磕几个头吧？让我磕头，要看你配不配。你为了这区区800万，就这样对我？可以，这800万我都可以给，但是我需要你也给我下跪，给我磕头。哎呀，真有意思。江小姐，我现在就要滚进卧室。哎，不用，800万，你不吃不喝，一辈子也凑不够。白木友，你是不是被逼急了？什么牛都敢吹啊？也行，要是你能凑够800万，你下跪都行。你别哄我，切，你等着，我走。要是帮我一下。白朋友，疯了是不是？江小姐可是唯一一个愿意投资我投资的人，你把她气走，谁还挽回我的公司？你个无父无母的野种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当初嫁进我们宋家的时候，连个嫁妆都没有，死皮赖脸的跟着宋浩，现在竟然敢跟江小姐丢人！啊，宋浩，你个窝囊废，你都让人家骑到你脖子上了，欺负！根本不要脸！我让你不要脸！我说了我有你，我正要。3天后，你们还是准备好，只能跟我下跪道歉吧。之前我妈给我的那笔钱，按照您说的理财方式，现在那笔钱早就翻了好几番了。你要是有需要，我可以立马打断你的账户上。 3天之后再给你。再忍3天，只要宋浩和方家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跟我认错道歉，我就彻底离开那个家。大小姐，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还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好。江小姐，我家还不错吧？不错，是挺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回家来扫兴。管他。
这对贱人居然恶心到我的婚房里来了。等等，宋浩，先回去。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不过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和那个臭婆娘离婚？白梦游那个臭婆娘，难缠得很。她不是吹牛3天之后能拿出800万吗？我每个月就给她500块钱生活费，我看她怎么打，到时候就可以趁机羞辱她。而我呢，就拿出离婚协议书拍她脸上，那不是很爽？我早就看过那个臭婆娘。宋浩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？喜欢。别。我是到我家里来了是吗？给我出去！你800万没弄什么？没弄到就赶紧去弄，你打扰了我。你别后悔，宋浩，今天做的事儿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就想看看你能让我怎么后悔。我跟你这几年，我陪你吃苦，我伺候你妈，我料理家里所有的事情，为什么是换了你对我的辜负、家暴和出轨？我当初要是有钱，哪会娶你这个倒贴货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滚！赶紧给我滚！我看到你这副样子就扫兴。既然你不顾念我们的父女情分，那你之后也别怪我狠心。白管家，3天之后我会正式回到白家。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人，叫江雨山，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好险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看？不用，挺好的。少爷，我还是送我回去吧。你去帮我查一下，刚才那个女孩和白家有没有什么关系？是。是哪去了？电话也不接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还不快去给我们洗点水果，倒茶过来。这生个儿子可不行，我家隔壁老李家生了2个儿子呢。我们家那个也快要生了，还是个双胞胎呢。站在那干什么？生不出儿子，就只有当保姆的命。查到了，江家背地里有不少违法的勾当，江雨山都参与其中。只要大小姐想，我随时都可以让她身败名裂。好，你在给谁打电话呢？等江雨山来，你就知道了。给我站住！赶紧给江小姐倒茶。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我娶你干什么呀？喝吧，绿茶，适合你。不是说要拿800万和我对峙吗？钱呢？没事，拿不出来也没关系，换你再给我磕几个头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和雨生商量好了，老子钱了，800万你不用拿了，从这里出去，这事就算了。宋浩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啊，
你后悔吗？问10遍也一样。行。800万。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3天时间，你不会是报了大款吧？劝你之后说话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行了，钱我给了，你们俩就先入。白梦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我再警告你一次啊，江雨山，你再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整个江家在这个城市消失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拿出来800万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还想让我们江家消失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宋浩，还不赶紧管管这个贱人！别吵了，梦游，反正现在800万你也拿出来了，那这事就算了啊。这样，我先送江小姐回家，你在家里我做饭。宋浩，我之前拿不出钱的时候，你让我去做饭，现在我拿得出钱了，你还让我去做饭？你是真把我当老妈子了？白梦游，有完没完？别太过分了。你们之后可能没有机会打我，我以后不住这儿，会有人来接我。还有这个离婚协议，我也暂时不会签。联系天不清，江雨生小姐就要多当一天的小三。贱人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住手！我看今天谁敢动他？我说你的800万哪来的？原来你也被包养了。你是那个酒店路上？酒店？原来你们早就弄到酒店去了。那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出轨？白梦幽，你看看，装什么清高？你不也在外面碰男人？对白小姐客气些，否则绝对不能放过你的。你装什么装？白梦幽能帮到的男人也能不到哪儿去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嘉华公司的总裁，背靠帝都国际。你给我低调一点。嘉华，那你知道帝都国际是谁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全市第一首富财阀白家。像你们这种货色，你们高攀不起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妻子白梦幽正是……帅哥，你该不会是想说白梦幽就是白家的人吧？你说对了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笑的笑话呢。你们看看白梦幽，浑身上下哪有一点富贵命？恐怕连给白家的佣人提鞋都不配吧？雨山说的对，800万能买你的尊严，能买你的出身。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你会为你今天说出的话付出代价。你给我站住！打人还想走？他打了我这么多，我还他这一下，怎么了？这离婚协议我暂时就不签了，不是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吗？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江家的公司不是要上市了吗？江雨山，你们2个在我房间做的那些龌龊事情，可都被监控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。之后的记者发布会，我送你俩一份大礼。白梦幽，这个贱人居然敢威胁我，以为自己傍个富二代就了不起了吗？我们江家要弄死个人，比踩死一只蚂蚁都容易。喂，
我要你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玉山，你别生气了，白梦幽能有什么本事？那不都是吓唬人的吗？再说了，他不是给了我们800万吗？我带你去消费，开心一下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要爱马仕最新款包包。行，反正花的是那女人的钱。走，我养你。我真没想到这些年你过的这样的日子，要是早知道的话，肯定早就回来了。都过去了。不过你真的白白拿了800万去填公司的窟窿。要是换做以前的话，我真有可能这么做。但是现在我没有那么傻了，耍耍渣男挺爽的。我真的特别想看到宋浩一步步坠落深渊和众叛亲离的滋味。走吧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肯定是江云山和宋浩干的。给我等着。欢迎大小姐回家。梦幽，你终于肯回来了。爸爸，在回来的路上，莫少也都跟我讲了，当年老马的死，我不该怪你的。都怪爸爸不好啊！当年因为你年龄太小了，没有跟你说事实，怕你受到打击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梦幽啊，听说你在宋家受了气了，你放心，这口气啊，爸一定给你讨回来。你现在是白家的千金大小姐，爸亏欠你的，一定补偿给你。开玩笑。城中别墅15套，上城区商务中心商务楼2栋，江景房20套，集团股份2亿股，黄金首饰100套，玉饰100套，劳斯莱斯幻影1辆，宾利杯驰1辆，法拉利2.6跑车1。梦幽啊，你受苦了，这些啊都是你回到白家的见面礼。爸，你太夸张了，我用不上那么多。白家的女儿要有白家的气势。白管家，吩咐下去，今天晚上我在全市大开欢迎宴会，我要为我的女儿接风洗尘。好。宝贝，这些包我都特别喜欢，能不能都送我一个？都包起来。好的，先生，理解好。你好，先生，这些包包一共是60万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？刷卡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这副卡里没钱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您要再确认一下呢？是什么卡呀？宋浩，你不会是不愿意给我买，偷偷把钱转出去了吧？不是，宝贝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白梦幽那个贱人拿这张假卡糊弄我。那这些包怎么办？你别急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快了，这些包我都要了。白梦幽，你要是特别喜欢的话，我送你啊。白梦幽，你拿张假卡糊弄我，你还敢过来？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你自己太蠢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都包起来送我家就行。好的，先生。穷鬼！哎，都滚！喂，你说什么？白家要举办宴会，我们江家也收到了邀请。好，白家这次举办的宴会特别隆重，你快问问你的助理，你收到没？哦。算了，这次白家宴会你就以我男朋友的身份去吧，到时候好好巴结白家，以后就能平步青云了。800万算什么？
谢谢你，雨神。走。喂，大小姐，你快下来地下车库一趟，穆先生给你准备了惊喜。真的？哟，儿子，怎么了？还不是白梦游那个贱女人给了我一张空卡，害我在江雨辰面前丢人。按照以前，白梦游怎么会有这个胆子？这一定是背后有人指点，而且呀，他拖着不肯离婚，我看还是惦记咱们家家产呢。妈，你是说那天他们都是装的？白梦游就是想跟那个奸夫联合起来一块动我的钱。可不就是吗？嗨，再说了，儿子，我都替你查过了，那个男人如果真的是什么富二代，网上怎么可能查不到任何一点信息？我猜呀，他肯定就是花钱请来的骗子吧。好啊，我一定要找到白梦游，出了这口恶气。陈泽，给你打电话，姐，没想在这让我逮到。怎么是我呀？柔，你白天在哪儿？是不是一直和那个奸夫在一块儿？白梦游还敢激我？白梦游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个杂种居然弄我的钱，既然想爽，好啊，我也是爽个下场。这车太多了，还有监控，哪个地方准呢？白梦游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，大小姐就说马上下来，怎么过去了20多分钟还是没进来？要不我上去看看？你要请江家的人了？到时候江雨山一定会带着宋浩来，我实在是太想亲眼看到宋浩泪流满面、痛哭下跪的样子。不好，出事了！什么？梦游消失了？穆少爷已经去找了，说是有了消息立马就会通知我。敢有人绑架我的女儿，那真是不想活了！通知下去，宴会暂停，所有人去找我女儿。是。哎，你等等，第一个找到线索的人悬赏100万。那你还是把我放了，不然你之后死得更惨。还追呀？你不就是跟了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吗？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能来救你。怎么？以前脱光了衣服在我面前让我睡，现在动一下就要死要活的。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我也只不过是在行使丈夫的权利。你之后可以去监狱，慢慢的好好行使你的狗屁权利。那我就打到你说不了话为止。你不是喜欢跟那个奸夫在一块儿？好啊，我就把你脸烧了，我看看他会不会要你。我让你吹，我让你吹啊！宋浩，你谁？穆成哲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给我废了！别闹出来了！跪下！
放屁！哎，跪下呀！学狗叫，叫！用我教你吗？大点声！这个事儿不准跟我爸说，我不想让他担心。知道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梦幽啊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挺好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在我眼皮子底下还有人作乱，怎么保护这梦幽啊？爸，真不怪他，是我被那个渣男给报复了。又是宋家这个废物！哎，管家。哎呀，谁呀？这么一大早的，吵死了！宋浩呢？你们找我儿子干什么？他不在家。妈，你们谁呀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女儿在你们家受了多少凌辱和欺负？你说我在干什么？我当然替我女儿讨回这口气。白梦幽，他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怎么又冒出了个爹呀？哦，我知道，你不会是他在外面认的干爹吧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不然我就用马桶水给你涮去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江家的预备女婿，你们得罪了我，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江家。怎么这么吵啊？你谁呀？白老爷子。哎呀，他就是材料爱家的郑全人。对，还不赶紧给白老爷认错？混账！承认我真的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不行，一定要把所有的检查做完才行。我主要是还是担心我爸，他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别再被宋浩给气到。有白管家在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还是想去看看，求你了。那你身体还行吗？很好。走。岳父大人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你先知道后悔晚了你啊！你怎么对我女儿，我今天是怎么对你？就算白梦幽是你们白家的，你们也不能仗势欺人呀！她嫁下来这么些年，什么也不干，都是要我伺候着，过得像姑奶奶一样舒坦的日子。白老爷子，您说话可要讲人性啊！妈，您可真会颠倒黑白。梦幽，行，既然你说以前是你伺候的我，那我们今天那么多客人在，你不得给我们做顿饭？你恐怕连菜市场在哪都不知道。老婆，以前是我不知好歹，不懂得珍惜你，你原谅我一次。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你和江雨山彻底断干净。梦幽啊，你怎么从医院出来了？这由我处理就行了。再说有程泽这样的好男人在，你不会是想和宋浩和好吧？老婆，你是不是只要我和江雨山断了，你就愿意回这个家是吗？是。江雨山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赶紧滚！宋浩，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以前是你一直勾引我，所以我才鬼迷心窍。但从今天起，我要当着我老婆还有岳父的面和你恩断义绝，再不来往。儿子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江雨山，门就在那儿，请你滚出去。宋浩，你有种！不会就这么算？老婆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
我们俩是不是可以好好过日子啊？东西拿出来了。宋先生，签了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白纸黑字，看不懂吗？梦瑶，你不是原谅我和我好好过日子了吗？你是忘了之前是怎么对我的吗？还想让我原谅你？宋浩，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吧？再说，我和陈泽不日就会订婚，至于你，就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我看到只会觉得恶心。站住！你公司属于我们婚后财产，50%的股份折合成钱1000万左右，转到我的账上就行。至于这个房子，我不要，是你和你妈住过的地方，我嫌晦气。梦瑶，你明明知道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。没关系，没钱就跪下给我磕头，一个响头1万块，磕到1000万为止。这1000个磕完，人都没了。白梦游，你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？我就是在刁难你们，这招是跟您学的呀，妈。白梦游，你居然敢这么羞辱我们！你们白家是什么东西？儿子，别搭理他们，我就看了他们白家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妈，你别捣乱了行不行？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呗。梦瑶，我会想办法给你写完的，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？哎，这也签好了，不送。走。梦瑶，妈，你拦着我干什么呀？儿子呀，你这么求他也没什么用，倒不如先把人给打发走了。再说，你看他们那家人的气势，怎么可能还会给你一个机会吗？那你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现在惹到了白家，就连江雨生我都得罪了。我不求他，我只能等死。再说了，我求的是机会吗？我求的是我大好前程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妈有办法啊！你看那白梦游啊，耿耿于怀，还让白老爷子上门讨伐我们，不就是记恨弄死了他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也让他怀上我们宋家的种，还愁以后没有机会吗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拿孩子牵制住白梦幽呢？果然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对了，1000万应该足够他破产。你放心，他翻弄不出来什么水花了。可是宋浩他不是一个愿意吃哑巴亏的人，方家慧更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么爽快就答应给钱，他们肯定在密谋着什么。我还是有些不安心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整天跟那姓宋的搞在一起，现在我公司上市的事都已经遭到了大幕，白家的人都已经亲自出手干预了。爸，我真不知道白梦幽居然是财阀白家的女儿。现在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公司上市的事不能耽搁，所以你现在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要求得白家网开一面，否则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！爸，够了，好。我希望各部门都做出一些改变，有什么想提的要求或者建议，大胆说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就还带到这儿来就行。白小姐，难得看到江小姐这么低声下气的样子，有事吗？白小姐，你也知道我父亲的公司就快上市了，这个时候不能出一点差错，我求你网开一面可以吗？网开一面？你是没看到公司大门口写了江家人和狗不得入内？白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手下留情吧！啊，只要你能让父亲的公司安全上市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别招惹我。白小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父亲的公司不能上市的话，他们会把我从江家赶出去的。
白小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开阔自信的机会，可以吗？我发誓，我以后不会再和宋浩有任何牵扯。当我看到你和宋浩脱光了出现在我的房间、我的床上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发誓，一定要让你们两个人身败名裂。来弄来送。你要个机会是吧？行了，从今天开始来我帝都国际当保洁，干够1个月，我考虑和你这个机会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哎，听说呀，她是江家的大小姐，不知道怎么招惹到了我们白总，居然心甘情愿的在这扫厕所1个月，好臭！好像是勾搭白总的老公了。啊，原来是小三儿啊，那没什么可同情的。哎，眼睛瞎呀？还不快去给我捡起来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穆少爷，我今天来给白小姐赔罪，还以为像白小姐这么善良的人会宽宏大量的原谅我，没想到她竟然想出这么折磨人的招数来。啊，不过穆少爷，我自己错我会认，就是不知道穆少爷能不能替我求个情呀？你没洗澡吗？这里厕所打扫完，也去我们穆氏集团干1个月。白梦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行啊，你回去吧，白管家会来送我过去的。好，你要有什么事，一定要及时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走吧，走。喂，那个姓穆的已经走了，白梦游正准备过去。好，等一下只要配合我把事情做得漂亮，钱少不了你的。你好，白总，我们方总等会儿到，我先带您去包间。你在这等我。方总还有多久？潍坊主持人应该马上到了。白总，您先喝杯水，我是出去看看。喂，邵总，药已经喝下去了，等人引导了，我立马给你带下去。不过你要先付我36%的运金。好好给我。白总，您好，白总，那没事吧？我现在就带你先分钱。宋总，人带来了，拿钱滚蛋！谢宋总。没有，没有。这以前看不出来有点姿色，现在再看还挺漂亮。哎，来吧。怎么样？是没出来。没有。穆长者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白
白梦游，你既然是装的，你敢骗老子？宋浩，人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你还知道自己要拍下犯罪证据，这样一来也不用麻烦警方取证，你的后半辈子就去监狱里待着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要怪只能怪你太蠢。大小姐，我刚才确认了一下，方总确实还在国外没有回来。那看来是有人故意要害我。这样，半小时之后我没有联系你，也没回来，立马让沐晨走过来。好。不要，念在我们以往夫妻的情分上，你放我一回吧。你要多少钱都可以，别把我交给警察。你以为我缺的是钱啊？我缺的是像你这种人渣败类，可以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白梦游，非要那么狠心，非要置我于死地吗？你自己做事太恶心，这可怪不得狗。小姐，我承泽，小兰颠背了。我承泽，我承泽，我承泽，我承泽。叫救护车！你醒了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明明看见他拿着刀，还要跑到我面前去。没事，你别担心。梦游，我答应过你父亲要给你的婚礼，我一定要做到。而且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在我面前受到伤害？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毕竟还是离过婚的人。虽然孩子被他们强行拿掉了，可是也和宋浩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不介意，只要幸福。哦，对不起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不知道你们在……我就是想问问宋浩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？我就是来说这件事情的。宋浩跑了。跑了？不是让公司的人把他送到警察局了吗？都怪我，当时大小姐你着急送穆少爷来医院，我就陪同过来了。谁知道宋浩他买通了酒店的保安，趁机跑了。不行，我要去警察局的。哎，你别动，我看看。快去叫医生！别动，我求你了。梦游，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，不然他以后肯定还会再伤害你的。你先别管这些事儿了，好好养伤，行吗？别看好他，我去就来。好。裴管家，你最近注意一下江雨山的行迹，我怀疑宋浩逃了之后会去找他。好，大小姐，我们得先去趟警局了，不然警察该下班了。我们会处理的，你不准动。走。白梦游，你这个贱人！居然真的让我刷1个月厕所！等我们江家公司上市了，早晚有一天把你们白家踩在脚下！呸！放开我！谁呀你？宋浩，你想干什么？想见我也不要用这种方式。雨山，我错了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真的不能要你。放手！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，我们江家的公司现在连上市都是问题，我还要在白梦优的公司给他刷1个月马桶。不过你要是帮我刷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原谅你。雨山，我帮你刷马桶没问题啊，但是我只刷你刷过的马桶。哎呀，恶心！兔子急了还咬人。白梦中那个贱人
把我们逼到绝路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他不是喜欢和穆承泽狼狈为奸吗？我查了一下这个男人一些在国外的事情，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真的？有了这层关系，还怕帮不到白梦幽吗？陈总，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我就给你买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不是已经有人在照顾你了吗？我公司挺忙的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误会，没误会。这位就是白梦幽小姐吧？我应该比你小，那就叫你梦幽姐吧。刚刚还和陈泽哥聊起你来了呢。哪位？我是陈泽哥的前女友，我刚一回国就听陈泽哥他住院的消息，所以就赶过来探望他。不过幸还好他没事，感谢梦幽姐的照顾。不谢。你好。我肚子有点饿了，你不是买了吃的吗？医生不是说你要吃点清淡的，所以就给你买了鲜虾仁汤。梦幽姐，你不知道陈泽哥对虾过敏吗？这个馄饨里边有虾皮，他不能吃的。我不知道啊。没事的，梦幽姐。程泽哥在国外的时候，一直也都是我照顾他，习惯了。木曜，木曜，程泽哥，你现在还没恢复好，千万不能乱动的。梦幽姐可能误会了，我去跟她解释就好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梦幽姐，既然程泽哥不在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这一次回国就是为了程泽哥才回来的。程泽哥在国外的这几年，基本上都是我陪他的，所以他的饮食喜好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而且，程泽哥之所以回来，就是因为我跟他吵架，所以才赌气回来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其实程泽哥还是爱我的，对你可能只是长辈的施压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。怎么样了？程泽哥，我刚刚和梦幽姐聊了一下，梦幽姐特别高兴我能够回来照顾你，而且还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复合呢，说这样就不会被长辈施压，和你在一起了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江怡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。程泽哥，我不相信你对我完全没有感觉。当年如果没有那件事情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。程泽哥，你是打算一脚把我踢开吗？江怡，回国之前我们就已经两情了。程泽哥，你真的想娶一个离过婚又打过胎的女人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吧？程泽哥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火魂，你觉得我和穆承泽合适吗？合适啊，郎才女貌。不过那个穆承泽的前女友突然回来了，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抉择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他。他学业有成，留学回来之后把家族企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而我在他进步的这段时间，一直就是在宋家当个家庭主妇。想什么呢？对自己自信一点。那你现在夸我3个优点啊？好看，有钱，有钱。程泽哥，我不相信你对我完全没有感觉。当年如果没有那件事情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。程泽哥，你是打算一脚把我踢开吗？江怡，回国之前我们就已经两情了。程泽哥，你真的想娶一个离过婚又打过胎的女人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吧？程泽哥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
莫回，你觉得我和莫承泽合适吗？合适啊，郎才女貌。不过那个莫承泽的前女友突然回来了，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抉择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他。他学业有成，留学回来之后把家族企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而我在他进步的这一段时间，一直就是在宋家当个家庭主妇。想什么呢？对自己自信一点。那你现在夸我3个优点啊，好看，有钱。舒服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加油！来，拜拜。穆少爷，白小姐已经安全到家了。好，派保镖保护大小姐。她要是出事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是。爸，姐回来了是吗？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我让你去求白家，你去了吗？别提了爸，白氏的总裁居然让我在他公司给他刷1个月马桶，丢了我江家的脸了。姐，你去见陆少爷了是吗？我不在家这几年，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惹了不少事儿啊。哎呀，姐，我是真不知道那个白梦幽居然是白家大小姐，还有陆少爷受伤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都是宋浩干的。现在警方到处通缉宋浩，到现在都没找到人，你说他去了哪里呢？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反正肯定没和我在一起。我要是不回来，真是能蠢死你！我告诉你，现在立马和他断了联系，否则下一个进去的就是你。知道了。来了，我他妈饿死了！干什么？宋浩，你不能再躲在这儿了。是的，你姐说什么？你这样会连累我的。私藏犯罪嫌疑人，到时候如果被抓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不会，我已经派你去打点了。再说了，你姐不是穆承泽的前女友吗？让她暗箱操作一下也是可以的嘛。哎呀，别可是，我一天都没见你，都想死你了。哎呦，雨珊，难道你不想吗？我先走了，你最好别发出任何动静。我姐那边我会去商量的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没事，我一定帮你收拾白梦幽那个贱女人。啊，你放心，只要江雪山怀了我的种，我还愁她不帮我吗？明天你别忘了去白氏集团门口闹事，我就不信这还扳不倒那白梦幽吗？恶毒儿子和奸夫陷害我儿，还我们一个公道啊！恶毒儿子和奸夫陷害我儿，还我一个公道啊！不好了，大小姐，宋浩的母亲现在带着人在公司门口闹事。方家慧现在不应该在家里担心宋浩什么时候被抓吗？怎么还有心思搞这些？公司里的员工现在都在楼下看笑话，要不我直接让保安把他们都赶走。今天赶走了，明天还回来，他们就冲着我来的。再去看看。还我们一个公道！回去工作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要不是你和穆家公子通奸，我儿子也不会一时情绪失控出手伤人，都是你们逼的，都是你们逼的！大家快来看，白家和穆家仗势欺人啊，打压我们平头百姓，天理的，王法的！你别在这儿颠倒是非，你再这么胡闹，我们只有法庭见。大家快来看哈，这就是白家大小姐干出来的恶心人的事儿。她不仅和穆家少爷通奸，而且怀上了人家的孩子。被发现以后，为了销毁证据，
把孩子还给打了，快看，这就是证据。长泽哥，你现在要是过去的话，就只能证实他们口中所说的通奸。难道是这样，眼睁睁的看他们伤害梦游吗？长泽哥，你冷静一点，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梦游姐的前夫引起的，所以他才会让他的母亲引起舆论的压力。现在梦游姐只能活在员工的眼光和网友的谩骂当中。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警方提出撤诉，然后出具谅解书。这样的话，宋浩就没有办法再纠缠，宋家也就不会再纠缠梦游姐了。可是他们这么伤害梦游，我怎么甘心轻易放了他？可是以现在梦游姐的处境，如果事情没有得到反转的话，公司只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。白小姐，您前段时间才回到白家，得知自己的身份后，就一脚踹了婆家和丈夫，选择和穆少爷在一起吗？白小姐，请您正面回答一下，您确实是把孩子打了，对吗？大小姐，您先躲一下，我现在给穆少爷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好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回答一下吧，白小姐。够了！我女儿是什么人，我比你们清楚，休想往她身上和一地脏水。白老先生，你女儿做的事情您知情吗？哼，他们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不清楚？你问再多，只会看到他们怎么狼狈为奸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女儿在你们家遭了多少欺负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。你竟然还搁这亲口自夸，完了，给我推空门出去！白氏企业老总和亲女儿狼狈为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应该会被胡说八道！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吧！在等我车。梦游，伯父的身体怎么样了？你一直都和他在一起吗？我爸暂时还在昏迷中，你回病房休息吧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你和你的家人，但我也没想到宋浩能做出那么卑鄙的招数啊！穆少爷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自己会指导处理。梦游，你怪我也理解，可是宋浩那边他……我说了不关你的事儿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大小姐，查到了，江怡是江雨山的亲姐姐，在刚刚白氏集团发生那些事的事情，穆少爷和江怡待在 B 房里没有任何表示。原来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因为江怡，所以向着江家。这件事情，宋浩一个人肯定想不出来，绝对是有江雨山在背后出谋划策。我刚刚接到了警方的通知，说是会在3个周期之内解除宋浩的犯罪嫌疑，恢复他的自由之身。烦请你和这位江小姐出去吧。大小姐，我们的人发现了宋浩的踪迹。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 내 외침을 던져 헤어날 수 없는 빛 주로부터 숨겨 Run into the frozen time 하늘을 돌아선 차가운 바닥에 밀어버린 심장 老爷，白家的人来了。你在外面惹什么麻烦？让白家的人亲自找上门来。爸，是妹妹看。原来是白家大小姐亲临过来喊事。江某有失远迎。白大小姐，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找你女儿要个人。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跟白大小姐有什么误会？赶紧给我解释解释。爸，他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故意来找事儿的，让我在他公司刷1个月马桶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追上门来欺负人，太不要脸了。江雨山，我不想跟你扯这些有的没的，
宋浩人呢？把他给我交出来！你怎么还跟那个姓宋的纠缠不清？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没有，爸，我一直听话在家，根本不知道宋浩在哪儿。白大小姐，是我教你无方。他以前破坏过你的家庭，我这做父亲的在这向他赔罪了。如今我们雨山已经改邪归正，跟那个宋浩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。是吗？那我的人怎么还看到宋浩出入你们家大门呢？给我搜！是是。哎，你们别乱窜呐！大爷，楼上没有。地下室厕所有没有？大小姐，你看我说没有人吧？那边不是还有个杂物间吗？去看看。站住！白木佑，你私闯民宅，我要告你！好。宋浩，抓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江小姐，私藏犯罪嫌疑人可是违法的哦。这人真在咱们家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。你这个逆子！梦游，你怎么了？瘦，你让你妈在我公司门口制造舆论，想逼我和穆晨泽撤诉，好摆脱自己的犯罪嫌疑，挺聪明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爸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宋家人偿命。不是，是他，是郑雨生跟我出了计谋。他说这样就一直跟我在一起了，而且他还要给我生个孩子。穆浩，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！梦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快送医院！快送医院！你真是个人渣，又害死一个自己的孩子。我不知道她怀孕了。再说了，江雨山那么水妹多，谁都能睡，还不一定是我呢。你就不配当一个爸爸，你最好给我断子绝孙。梦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再说了，穆晨泽的前女友已经回来了，而且他一定会疏远你的。我跟你在一起过，是我最耻辱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敢伤害我的家人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把您治好。白梦游，是你害死我妹的孩子。白梦游，是你害死我妹的孩子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装你的清纯白莲花了？忍不住了是吗？你妹妹的孩子也是被你爸一脚踹掉的，而且算算时间，她怀上的时候我和宋浩都还没离婚，好意思来找我算账？白梦游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爸一死，你以为白家还有什么位置？我告诉你，你和穆晨泽想怎么样我不管，但你要是再敢往我头上泼脏水，我绝不轻饶你。滚！
橙色哥，我只是来看看白伯父怎么样了，没想到薇薇姐心情不好，又打我又要骂我。道歉。橙色哥，如果打我能让他心情好的话，我没关系的。我是说，让你向他道歉。刚刚在门口我就已经听到了一切，江怡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，因为不论你怎么样，我都会无条件相信白梦游。橙色哥，没什么你这么有空，不如回家看看你那刚流产的妹妹的。橙色哥，我刚只是不明情况才会动手打猫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别来医院看我了。橙色哥，你不想见我，难道也不想见阿言吗？阿言？谁啊？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和橙泽哥在国外的时候领过结婚证，阿言是……闭嘴！看来橙泽哥什么都没有告诉你，我和橙泽哥有个孩子，就叫阿言。沐橙泽，原来你对我保留了这么多秘密，亏我还那么信任你。所有男人都一样，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相信你。芬妮啊，一个人啊，要不要哥哥陪你喝一杯？别这么不识抬举，我给你脸是吧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我兵哥的名号？让你陪我喝酒是给你面子。你再说一遍。走开！都是出来玩的，装什么清高啊？当婊子还拎上牌坊了是吧？不够的话，哥哥还有。就陪我一晚上，怎么样？兵哥是？给你双倍，让你滚！听不听得懂？你他妈是不是找死了？住手！你怎么来？跟我回家。我的事跟你没有关系。这里很危险，梦游，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。你想解释什么？你是要解释结过婚呢，还是有孩子呢？谁没结过婚啊？我在意这个吗？回家。我在意这个吗？问问我，渣男，大丈夫，小东远去。梦游，自始至终我的心里就只有你，根本没有别人。没有别人，没别人哪来的孩子？阿言是我在国外领养的。吴先生，按照国外的法律，你是无法领养阿言的。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除非你在短时间内结婚，是已婚状态。穆先生，刚刚您和律师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愿意。阿言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我也不愿意让他进孤儿院。他那时候还小，父母就出意外去世了，我实在不忍心他被送去孤儿院，所以就有了收养的想法。可是也是后来才知道，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收养的。正好这个时候江怡就出现了，才有了那段名不副实的婚姻吧。这就是事情经过，我跟江怡的婚姻也是被逼无奈，对不起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宋浩对你做的那些伤害的事情，
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第二次的。喂，橙泽哥，你睡了吗？这么晚有什么事？我现在在你家附近的酒店，阿言也在。他说想爸爸了。阿言呢？橙泽哥，你来了。我让我父母先把阿言接回去了，他哭得很伤心，以为你不要他了。江怡，你。橙泽哥，我生病发烧了，身体不舒服。让开！你是个成年人了，生病了就要自己去医院。橙泽哥，即便我生病了，你也不愿留下来吗？你别忘了，是因为有我，你才能顺利收养阿言的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把孩子作为利用的筹码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让开！橙泽哥，就算你不在意我的感受，也不在意阿言的感受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明天我去你家接阿言，然后带他玩几天，然后再送回去。不行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阿言接回来吗？他新寄养的家庭巨富经常酗酒打他，我心疼他才把他接回来的。阿言他不敢告诉你，所以才给我打电话，因为他觉得你跟白小姐结婚就不爱他了，你们会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真的愿意看阿言这么可怜吗？今天晚上都这么晚了，要不然你就……这件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我先走了。白梦幽，橙泽哥是我的，你休想抢走他。喂，酒店前台吗？穆先生，等等，803的客人好像出现了点问题，您刚从里面出来，要配合我们确认一下情况再走。你转告一下他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在这儿浪费。不好意思，穆先生，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你也别太为难我。这边请。橙泽哥，你要走了吗？江怡，如果你不是阿言妈妈这层身份，我绝对不会对你有这么多耐心。我现在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我喜欢的人是白梦幽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未来也是，所以你还是早点死心好了。橙泽哥，我知道你在气头上，可是我也不想生病的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你照顾我一晚上，梦幽姐该着急了。磊言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？我确实很着急，没有他陪我睡觉，我晚上都睡不好。梦幽姐，昨天我约了橙泽哥去看阿言的，可是我突然生病，所以才拖累他一晚上。梦幽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怎么会介意呢？我不但不介意，我还跟他商量好了，我们要把阿言接回去一块儿抚养。梦幽姐，你和阿言一次都没见过，他不见得会同意让你抚养的。不应该呀，他都能同意你给他当妈妈，他的标准应该不高才对。那我一会儿就去接阿言，你跟我一起吧。好。阿言不在我爸妈那。那阿言在哪？橙泽哥，我同意你见阿言，但是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共同抚养阿言。阿言才刚刚回国，他还没有熟悉这里的环境，我怕他再出现在寄养家庭那里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必须要亲自照顾他一日三餐。不行。你是担心我会欺负他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谁又能保证拿他当亲生的孩子呢？你不用多想，我有权利抚养阿言。没关系呀，既然江小姐说了，阿言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孤僻，在短时间内不见得能接受我，那江小姐就住到我们家去好了。反正之后等我们结婚了，我也是需要学习怎么带小孩的嘛。没什么事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橙泽哥，我带你去找阿言吧。不用了，休息，好妹妹。
宝贝，妈妈你来了。阿言，爸爸，阿姨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阿言乖，你是爸爸的孩子，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？那个女人是谁？你是不是要和她结婚？阿言，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，这是爸爸喜欢的人，叫白阿姨。阿言，怎么能推人呢？我才不要那个女人嫁给你，我就要一个妈咪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小孩子不懂事很正常的，你别凶他。带你去医院包扎一下吧。不用了。阿言，爸爸不爱阿言了。阿言，你推人的事情，我回家再好好教育你。带他回我住的别墅吧。走。耶，宝贝，刚才演的真不错。妈妈，这样爸爸真的能回来吗？阿言放心，只要阿言按照妈妈说的去做，妈妈一定不会让爸爸给你送到其他新的家庭。都怪那个女人，爸爸才会变心。等我们慢慢搬进去，爸爸一定会回心转意的，好吗？回去之后注意防水。啊，好，谢谢医生。谢谢。哟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来看江雨山？木有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跟那江雨山早就断干净了。我来医院主要想问问他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这什么都在我头上啊！江雨山跟了你这种男人，也真是瞎了眼。哎，木有，我真的改过自新了。你看哪天有时间回家吃顿饭呗？我妈说了，想好好招待招待你，也给你道个歉。别跟我提你妈，你和你妈就是一丘之貉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木有，咱俩真的没有可能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订婚了。对啊。木瑶，你刚才在里面跟宋浩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的？我刚才讲了挺多话的，你说哪句啊？就你是要跟我订婚的事儿啊，那句啊，那句我好像是故意说给宋浩听的。你要是真的想跟我订婚的话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去跟我爸说。所以你是答应我了？我想好了，我愿意跟你试试看。至于孩子呢，我也愿意跟你一块养。但是这个江姨啊，确实有点难缠。不过我觉得以我的聪明才智，我应该有办法能够搞定。但是我就一个要求，我收拾孩子和收拾江姨的时候，你不能插手。阿言这个孩子吧，确实是有点不太懂事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好了，你可以走，我要工作了。我再陪你会儿。你陪着我怎么工作？我晚上还是得补班。我走了啊。大小姐，江氏集团的总裁江峰让助理联系我，说要请你吃饭一叙。他呀，那看来江家是想请我做鸿门宴啊。确实，江家才闹完这样的事情，估计江峰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痛快。这时候请你吃饭，怕是不安好心。他确实不安好心。公司要上市了，结果被他的好女儿这么一闹，他应该是想叫我去试探我的态度。大小姐，那你要去赴宴吗？当然不去，店里看就行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前让你帮我找国外的医生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我爸的病情现在不能耽误啊。已经联系了，相信很快就会到。等我爸醒来，我还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呢。大小姐，是你和穆先生的事吗？我不知道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这个是新季度的采购单，请您签字。你是新来的？
对，因为采购单一般都是你们经理拿过来的，为什么这次让你拿？经理他有急事出去了，其他人都在忙，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我了。好，没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你放心，都搞定了。喂，儿子，那个贱人上了那个男人的车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他单独说话。行了，妈，你先回来，我得想办法。白梦幽，哼，你害得我儿子公司破产，我们的房子也被抵押了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我儿子夺回你现在拥有的一切。阿言，一会儿有一个阿姨过来，你也和她玩像跟妈妈玩过的游戏传递，好吗？好的。真乖。橙子哥回来了，梦游姐，你胳膊怎么样了？橙子哥，刚刚阿言已经跟我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了，你就不要怪他了。阿燕，以后我们家女主人肯定是白阿姨，她是要跟爸爸生活一辈子的女人，所以你只能选她哦。至于……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哎，车泽哥，要不然你先去洗澡吧，我已经帮你烧好洗澡水了。那我先去洗澡了，你跟白阿姨好好亲近亲近。哥，你平时喜欢玩什么呀？阿姨跟你玩好不好？臭女人，休想缠着我的爸爸！嘿，小朋友，你这劲儿还挺大的，是不是？我最讨厌别人捏我脸了。脾气挺像你。白梦游，你和橙泽哥还没有结婚就住进来了，未免太随便了点吧？随便了？我再随便，能有你随便吗？我是阿言的妈妈，我当然有资格。我还是他未婚妻呢，我比你更有资格。白梦游，你不会以为橙泽哥真的会娶你吧？要是他妈妈知道你是二婚，而且还堕过胎，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爸爸，你竟敢打我！你当小三还当出优越感来了是吗？要是江峰知道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一样又是个小三，你说他会不会气死啊？你少拿我爸压我！当时江雨山不就是因为当小三才有今天的下场吗？你想跟他一样吗？你别欺人太甚！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橙泽哥，白梦幽姐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想打阿言，我顺手拦了一下，她就打了我一巴掌。手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刚刚啊，就是江小姐的脸上有一只很大的蚊子，所以我帮她简单处理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今晚就住这儿。你过来。住在这里，你就不怕把你吃掉？185，有盐，有生鸡，还有父子。橙泽哥，你前段时间身体受伤，睡前喝点牛奶有助于身体恢复。我已经睡了。橙泽哥，我特意把梦游姐的客房收拾出来，看要不要？梦游姐，橙泽哥晚上睡眠浅，要不然你还是去客房睡吧。张小姐好像刚回国，没有工作吧？橙泽，既然她那么了解你的生活习惯，我们之后结婚了就请她当保姆，好不好？开心就好。
哎呀，我明天想吃早餐，江小姐，谢谢。我还担心啊，你还会受他欺负。现在看来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白梦幽了，现在谁也没法欺负我。谁呀？垃圾短信。什么啊？吃沙发睡。你不是说一起睡吗？我说了吗이렇게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 사랑해 那么丰盛。不好意思，梦蓉姐，食材不够了，所以只做了3份早餐，所以可能要麻烦你自己。不麻烦，我吃这个就行。缺什么食材，去超市买点就行。哎呀，我怎么突然好晕啊？应该是低血糖了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梦游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现在没了工作，那我总得养家糊口吧？你就看在以往我们的前面上，给我安排份工作吧，啊！毕竟我们夫妻一场啊！你就看在以往我们的前面上，给我安排份工作吧，啊！毕竟我们夫妻一场啊！这人原来是来总的前夫啊！我这么惨啊！哎，梦游，你让我当年做马都可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重新做人。再不松手，我叫保安。梦游，凤姐，请您出去。我们白氏集团缺的是人才，不是人渣。等等，哎，梦游，我就知道你，你是不是真的想找份工作好好干？我保证。采购部正好缺一个主管，明天上班。大小姐，这一定要找他吗？这宋浩心术不正，我怕他还会对你图谋不轨。没事儿，宋浩这个人留着会有待遇。爸，白梦幽还真的把我留在公司里了，我就知道，他肯定会心软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现在所用的一切全都给夺过来。他之前不是恨不得把你送进监狱吗？现在怎么突然间就同意了？好面子呗。现在他公司所有的员工都知道我是他前夫了。他要是真把我赶走了，不就坐实了他和穆承泽在婚内勾搭的是事实吗？这儿子，我就是担心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你儿子我没那么蠢。现在我只要等白老爷子一闭眼，这个家就没有主心骨了。而且穆承泽又被江雨山的大姐纠缠着，这不正是我趁虚而入的好时候吗？只要你儿子，你放心，你表姐那边啊，我都已经打点清楚了，她就是那家医院的护士，这事儿啊好办。
我爸情况怎么样啊？是一个德任主治医生。那瓶不是没说完吗？怎么又换新的？这个。喂，大小姐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外那边的专家，下周1他们就会过来。喂，舅妈，这事我真干不了了，刚刚差点被发现。哎呀，小敏啊，你弟弟升学这个事儿，宋浩前前后后也搭了不少人情的，你不能说好答应的事情，这就又反悔了呀。可是这人要是死了，到时候问责怎么办？你放心，你往吊瓶里加东西这个事儿，到时候人死了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喂，舅妈。大小姐，听说宋浩今天上班之后，一直利用你前夫的身份在摆架子，不少老员工都怨声载道的，说是不服。没事儿，只要不闹出大动静，就不用管他。白总好，你来公司多久了？1周，好好干，之后说不定可以给你提前转正。哦，对了，之前你让我签字那个采购单，后续就让你们部门主管去对接就行。好，去忙。大小姐，你为什么对一个实习生这么关心啊？你不觉得他有问题？就看狐狸尾巴什么时候露出来。姐，什么事儿？我怎么看那么眼熟呢？宋主管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不对，我肯定是在哪儿见过你。宋主管，这是白总让我跟你对接的工作资料，我就先放在这儿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在江氏集团上过班？你是跳槽呢，还是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在江氏集团干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来到这里。我绝对没有任何意外的想法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怕什么呀？宋主管，你放心，以后只要你什么都听我的，我保证你衣食无忧。而且白梦游绝对不会知道你在江氏集团过来的。宋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怎么了？我在我前妻的公司上班，不是很正常的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啊，他们忘了。你放给我，吴承泽！放给我，吴承泽！你为什么会在他公司上班？你不要去找他麻烦了。我只不过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，他就同意了呀，而且还给我个部门主管呢。吴承泽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白梦游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每天洗衣做饭我就不说了，还为我留了个孩子。我们俩的感情，岂是你能够随便太替的？看你这胳膊是不想要了吧？等等，你放开！你认不认？怎么了？生气了？真生气了？你为什么让宋浩来你公司上班？难道真像他说的那样，因为你们之前的婚姻，你对他还有感情？怎么可能？莫承泽，你之前费了那么大劲，才好不容易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自己再跳进去？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只是在利用他？
这个人，他之前是江氏集团江峰的员工，1周前还莫名其妙成为了我公司的实习生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白家是靠做房地产起家到今天这个位置的，所以只要房屋质量出现问题，我们一定会遭到社会各界的谴责。而这个人来就是做这个事儿的，他是江峰安插进来的卧底，之前还给我拿来了一张进货单，我还正好看见上面有一家进货厂商是不合格的工厂，所以江峰想从这个事情上搞垮我，我就可以将计就计，让宋浩背这个锅。我聪明吧？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。所以你不只生气了，还吃醋了？吃醋只是一方面，我更重要的是担心你的安全。好了，很快就会把敌人都一网打尽的。以前是我太小看你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告诉我。我知道了，回家吧，家里还有2个人。唉，走吧。来，好，我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去医院，医生说我爸要不行了。病情突然恶化，恐怕会熬不尽吧。是我早上还来看过他，他当时好好的呀，怎么会突然就不行了呢？白小姐，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，但是还是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爸，您现在叫我说话吧，爸。我给您找的医生很快就要到了，您再坚持一下好吗？伯父，您睁开眼睛看看梦优吧，他真的很想您，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我跟他准备订婚了，就等您的同意了。爸，您是不是听见我说话？那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！爸！梦优，不管伯父能不能好起来，从今以后我都会寸步不离的陪着你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下手节哀。我爸情况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得问主治医生。那瓶不是没说完吗？怎么要换新药？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有一个护士鬼鬼祟祟的给我爸换吊瓶，一定是他在里面做了手脚。我要查尸检，我要尸检，我要求尸检，我要求尸检。等等。通知你们监控室，我要查你们医院1天的监控。喂，周妈，那个人已经死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但是他们现在要查监控，我怎么办？
我不是说让你把监控都删了吗？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好骗，他们当看不到监控就要尸检，他们一旦尸检就会发现问题。你尸体放在太平间里，要是被人拉走了，烧错了，这人怎么死的，谁能知道？你的意思？你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也不差这最后一步了。要不然等他们查出来了，我也保不了你。喂，白管家，您去调取监控吧，要不休息一会儿。我知道我爸就是被人害死的，你能相信我吗？相信。你接吧。长泽哥，你在哪儿？怎么还没回家？阿言他现在发烧了，现在浑身特别烫。阿言发烧了，阿言发烧了。不然你先回家一趟吧，没事儿。行，那我先回去看看，能有什么事立马告诉我。谁啊？是护士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是谁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？是你，白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真的明白了。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的？是因为钱吗？我可以给你更多。不要了，我没有退路了。如果你这样做车，就别把我挂起来！你一旦真的做错事情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如果你真的是被人逼的，我作为受害者家属可以向法官替你求情，做出解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一错再错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谁都不会帮我，就连我的亲人石岛里头都不管我。只要我处理你父亲的尸体，就再也没有拯救。喂，梦瑶，怎么了？是白管家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吗？喂，梦瑶，梦瑶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喂，梦瑶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就到。梦瑶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就到。喂，长泽哥，我给你打辆车，你现在送阿言去医院。我现在有点急事过不去了。又是梦游姐的事儿吗？长泽哥，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难道他比孩子还重要吗？够了，按照我说的做。哭！你就想哭，都变成这样了，爸爸都不回来，你就是个没爹没妈的野种！阿言，对不起，刚刚妈妈不应该凶你，是妈妈错了。等车来了，妈妈就带你去医院，好不好？爸爸他不回来了吗？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把爸爸抢回来。昨天的事情，警方已经在调查了，但是伯父的尸体可能已经被火化了。不知道是谁这么狠心，等检方查出来，我一定要让他牢底坐穿。这些事情你就放心交给我去做就好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好。梦游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不可能。有什么事吗？长泽哥，阿言醒了，正在楼下等你呢，要不然你下去看看。梦游姐，
听说你父亲昨天去世了，你说这个是不是报应啊？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你父亲，没有了白家撑腰，什么都不是。我已经跟承泽哥的母亲说好了，不日他便会回国。你说他会选你呢，还是选我呢？江怡，我之前一直都觉得你只是性格有点偏执，但是我现在发现你只是纯粹的恶心。你江家人都是一种货色，江峰怎么可能教得出2种不一样的女儿呢？你给我闭嘴！白梦游，你回来之前，你爸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你一回来，你爸……你敢打我！白梦游，住手！干嘛？承泽哥，是他先打的我，所以我就……出去，不想再见到你。你没事吧？陈泽，你母亲知道我们的事儿吗？还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订婚之后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她我们的情况的。你是不是也担心他会介意我的过去，不接受我？梦游，我爱你这个人，所以任何人阻止我们，都改变不了我要娶你的决心的。不然我们还是……不行，我不要跟你分手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等你母亲回来，我们还是一起吃个饭吧。你不是要跟我分手？我又不是小孩，而且我跟你的事儿，我也考虑了很久。我确信，你就是那个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。好。舅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舅妈，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我只能来投奔你了。小米，你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样会连累我和宋浩的。舅妈，我这样可都是被你害的。现在外面那么多警察找我，你想撇清自己？你以为你能撇得清吗？人是你杀的，尸体也是你焚烧的，你可别往我身上赖呀！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吗？好啊，你跟我玩这个是吧？啊！小米，你别冲动，咱们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。我早就该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舅妈，我能变成这样，都是被你害的。我杀一个也是杀，我杀2个也是杀，反正我已经不干净了。来呀！小米，你别冲动，想想你父母，想想你弟弟，他们都……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！你给我转钱，我要出国，50万。这里不多不少，正好50，你拿着赶紧走。你当我傻呀？这卡里有没有钱，谁能知道？这转我手机上。支付宝到账50万元。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你要再被警察抓住，可不关我什么事儿了。舅妈，本来我什么证据都没有，但这50万就是你买凶杀人最好的证据。小米，很好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相信这些人很快就会被一网打尽了。还有，那批材料果然出现了问题，我们的公司被人举报，现在江氏带头引导舆论，说是要上面的人处置我们。那正好，宋浩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明白，大小姐。Yes，小后，哈哈哈，我是个天才。嗨，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秘密计划没告诉我吗？帅哥，你有空吗？有空还是没空啊？我想请你看一场好戏。等一下把白梦游地库里的保时捷开出来给我，我今晚要用。哦。喂，妈。儿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你慢点说。哎呦，我指使方敏还是白梦游爸爸的事儿给……喂，儿子，你作为白石采购部的主管，现在经你手的一批材料出现问题，这究竟是你的个人意愿还是？我才刚上任没几天，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啊！材料事跟我没关系的，你们让开。先生，回答一下吧，先生。这次事件是江氏带头举报的，而且据说您在和白氏总裁结婚期间就出轨江氏千金江永山，请问这些是属实吗？回答一下吧，先生。宋雪，是不是你啊？他妈的，给儿老子背锅！我现在就去找白梦游问清楚。妈，别跑，回来！回来，我们问题吧。问题。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们说我都不知道，来给我让开！回答一下，先生，请问这些属实吗？我不知道。如果属实的话，来，您是否故意联合江氏想对白氏进行处罚呢？请回答一下。让开！白总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给江家报信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草包啊？或者因为我之前只是个家庭主妇，就怀疑我能力其实不行？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在上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很好的，再怎么说也是个金融专业的硕士。但凡长点脑子，江峰那点小伎俩，很明显就看出来了。既然你知道是我干的，那为什么要让宋浩背锅？宋浩又不是什么无辜的人，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当然，你也不是什么善类。我之前早就查过你，在江氏的时候能力还不错，但是领导一直打压，所以一直没有一个晋升的机会。不过你要是愿意跟我好好干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这机会。什么事都不知道啊！这事跟我没有关系。大家请回复一下我的问题。既然今天有这么多记者朋友都在，那我就来帮他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吧。让白管家准备资料。白梦游，是不是你他妈合着姓穆的故意搞我呀？之前是你求我给你一个工作机会，我给你了，你自己犯错了，还要赖在我头上。现在要当个好人真难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难怪一开始就给我采购部门主管这个位置，原来早就他妈等我自己挖坑跳呢！我算是明白了，你这个贱女人，心机也太重了吧？还是说是这个姓穆的在背后给你出谋划策啊？你冷静点，我忘记说了，之前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经常家暴我。但是我想，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应该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不动手打我吧？原来白小姐还被这个男人家暴，果然是没有能力的人，真的都会暴力离多，无能狂野。白梦游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才是江氏集团派在你身边的卧底！哎，大家快拍啊！他才是那个间谍，在采购动手脚的女人！快拍，快拍！我知道啊，所以说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了。白总，你不是说……各位，从今天起，宋雪小姐就是我们白氏集团的正式员工了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
他妈的，什么时候找我？另外，我的手里有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。保安，把他们带去警局。哎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接受调查，是他，哎，我不接受调查，我不接受调查。好消息，方佳慧那个女人已经被警方给控制了。浩小姐，你要去哪？是啊，你一声不吭要去哪儿？我去见一个人。那我跟你一起。不用了，这是我和他2个人之间的秘密。大小姐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们不知道的吗？没事，我们要相信他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白小姐，你说过会在法官面前替我求情，还算数吗？我答应过别人的事情，我都会做的。所以我爸的遗体在哪？我要给他下葬。啊，在这。白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方佳慧指使我的，对不起。从你往我爸吊瓶里面添加致命药物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一个杀人犯，你不值得我同情。但是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会做到。你好自为之吧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演这场戏，让真正的坏人落网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向法官替你求情。你相信我，望着他。你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还不回去吗？长泽哥，今天伯母回来，我和阿言准备去接机呢。正好阿言也说他想奶奶了。这个东西是谁放在梦游枕头底下的？是你还是阿言？长泽哥，你不要怪阿言，他只是觉得他的父爱被梦游姐抢走了而已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不要怪他，我以后会好好教导他的。够了！是阿言确实年纪小，但如果不是你的教导，他又怎么会把这种带有麝香的东西放在梦游枕头底下？他又怎么能知道这种麝香的东西副作用到底有多大？你口口声声的说你怕梦游教不好孩子，那你呢？江野，你确实不配为一个母亲。长泽哥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哥，等江小姐走了，家里的监控就可以拆了吧？你们竟然在房间里安装监控！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江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回自己家吧，不然一不小心被我拍到点什么证据，会坐牢的。对不起，爸爸，阿言以后乖乖的好好上学。阿言最乖了，没有人在怪你，只是等你再长大一点，就能学会明辨是非了。你过来，阿姨给你看个东西。之后阿言就去这个学校上学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漂亮吗？漂亮，谢谢阿姨。不谢。应该是我妈到了。妈，伯母，欢迎回国。
你就是白家的女儿白梦幽？是的，伯母。陈子，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要和白小姐订婚了。是啊，我对白小姐还不是很了解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给我好好介绍介绍。好，走。阿姨呀，这个是美容养颜的，对皮肤好，您多吃点儿。还有这个呀，是这里的招牌菜，你也多吃一点儿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也多吃一点，瞧你瘦的。好。伯母，我敬您一杯。这菜呀，吃起来口味确实不错。阿姨，好吃啊，您就多吃点儿，以后经常来回国，我经常来带您回家吃。妈，您好歹也尊重一下梦游，她才是您以后的儿媳妇儿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？现在就心疼的不行了。不吃，走。阿言，我们走。我妈就这个脾气，你别多想。今天可能不能在家住了，只能去酒店了。没关系。你确定我出来这个对我妈不会生气啊？没事儿，她不是喜欢江怡吗？就让江怡陪着她好了，我们两个就好好享受二人世界。你脾气跟你妈还挺像的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妈不是真的不喜欢我。怎么说啊？如果她真的不想让我嫁给你，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她就应该直接表明态度，随便找一个理由让我离开你就好了。我那么多前科，她一个也没提，也没问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梦瑶，反正不管我妈喜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就够了。因为我上一段婚姻就是不被祝福的，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至少你可以得到你妈妈的祝福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什么？有了老婆就忘了娘和孩子了？还是说你们打算再给我生个孙女儿？妈，别乱说。你俩还害羞的不行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办正事儿。我呀，先回家了啊。妈，等等，伯母，我想跟您聊聊，可以吗？说吧，想跟我聊什么？那我就直说了。论家世，我和陈泽不相上下；论人品，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善良、孝顺的女孩。但您可能也知道，我之前离过婚。虽然陈泽嘴上说不在乎您的想法，但是我知道他在乎，我更在乎。我想争取到您的祝福，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顾虑、问题，可以直接问我。你是担心我会因为你二婚而嫌弃你？妈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嘛。瞧你心疼那样，还不是自己老婆了，就这么护着。前段时间那个什么姨的没少打扰你们吧？其实我这次过来啊，是专门给你们送这个的。陈泽能有自己想要结婚的人啊，我很开心。那您那天为什么那样？我那是考验他，看看我这儿媳妇啊脾气怎么样，总不能都像我娘俩一样吧？你们俩放心，以后阿言就交给我来抚养，你们俩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！不要再让他人有机可乘了。明儿啊，抓紧时间，赶紧把手续给办了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来，两位亲密点儿。穆太太，余生还请多多指教。那我就不客气。